当你不想讲道理，当你不想讲历史，当你不想讲过去的规矩，那就剩拳头。老共可以输10次，台湾没办法输1次。台派独派引申出很多的招式。开罗宣言，只是个新闻公报，不具法律效力。追认开罗宣言的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不具效力，所以在波茨坦公告中不重要。台湾没有签旧金山合约，代表什么？台湾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自始至终，台湾呢就是一个殖民地，没有主权，依据民族自决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李登辉的修宪之后，我们的总统从1996年开始是由全民来普选，就代表了台湾民意的展现。所以从今天开始，台湾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只是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否认你想否认的，承认你想看到的，全部都自己讲自己的催眠。以前介大使有一次做个分析，民进党这些人还没有台独就享受台独的利益，这种利益才是绝之不尽的。你一旦台独了，你怎么继续享受那个利益呢？这就是今天台湾低形象的社会所产生的状况。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原本的说法虽然没有强调9·2共识减慢统一的工具，就实质上的运作来说啊，9·2共识先交流再谈统一本身就是一种拖慢统一的方法。有一些极统派或者是无统派的朋友就很讨厌9·2共识，因为觉得9·2共识就是让国民党到中国大陆要饭呐，那你这就是让我们统一的速度变慢呐，对吧？有没有听过这种论调？一个9·2共识啊，结果呢，厉害的就是说啊，这民进党呢很会操作啊，他把一个本来可以让两岸呢有更多的空间慢慢交流，这个重点是慢慢交流，但不能说出来的那一个慢慢交流，那个9·2共识的底色，慢慢的交流的那个底色，不能讲出来的东西，结果呢被民进党呢拿来说，不，这就是一个加速统一的工具。没有了9·2共识会不会统一？其实没有了9·2共识还是有统一的可能性啊，只是它差别在什么？9·2共识确保了两岸是和平状态来谈统一啊，只是什么时候统、如何统、怎么统、什么方式统不知道啊，反正你台湾不提嘛，那对岸就提一个1国2制给你看嘛。那我告诉你，我的方法就是1国2制，就是各自保有各自的制度，最大程度的保留彼此，维持在一个中国之下。那台湾只强调什么？叫做各表嘛，只要强调一中各表嘛，事实上只强调各表啦，淡化一中，尤其现在国民党就是淡化一中讲各表嘛。不管怎么样，虽然淡化一中的好歹还有一中啊，那民进党看到一中就开枪嘛，棒！所以呢，就说哎呀，这个一中就是加速统一的工具，所以呛9·2共识加速统一的工具，所以绝对不同意9·2共识。好，非常好，但问题就在于说，那你9·2共识确保了和平，当你不要9·2共识的时候，这个也不见啊，那不见怎么办呢？那你得创造一个新的工具，告诉我们说，那两岸如何维持和平吗？那它很简单，中国你不能侵略我，中国你不能入侵我，两岸一中一台，好，一边一国，非常好，大声讲出来啊！他又不敢，为什么不敢？明知道这样干就是会打仗。然后呢，但是他有一招很厉害的，因为本来呢，这个一中一台就整个历史的脉络而言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台湾呢这样讲，这个台派的独派就会跳脚，对不对？可是就历史事实就是两岸就是内战没有打完嘛，所以这时候呢，这个台派独派呢就开始衍生出很多的一些招式，比如说呢，开始呢从源头动手。这个开罗宣言，只是个新闻公报，不具法律效力。所以呢，从开罗宣言失效开始那追认开罗宣言的波茨坦公告呢？波茨坦公告虽然追认了开罗宣言，但是呢开罗宣言不具效力，所以在波茨坦公告中不重要所以呢就再延伸因为呢台湾没有签旧金山合约因为台湾当时中华民国嘛，没有签旧金山合约。那没有签旧金山合约呢，代表什么？代表了台湾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他就这样就是给你串起来，对不对？后来是不是中日之间签了一个这个台北条约嘛，台北合约嘛？因为呢中日呢就是中华民国跟日本断交所以呢这个合约也作废了所以呢自始至终台湾呢就是一个殖民地然后呢没有主权，所以依据民族自决，那所以呢我们是主权独立的国家。那民主自决在哪里呢？因为李登辉呢搞了这个修宪之后，不再需要管大陆地区，我们的这些立法院从第2届开始呢是由全民来直选，我们的总统从1996年开始呢是由全民来普选，所以这个全民普选呢就代表了台湾民意的展现，我们选了自己的总统，所以我们已经对自己投下了主权独立的公投票，所以从今天开始，台湾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只是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你看
完美的把中华民国在台湾完美的解决了二战以来所有两岸分治所有论述，通通把你打叉。你说为什么这么熟这一套？废话，我跟台派独派那么熟到皮都会破掉那一种啊！否认你想否认的，承认你想看到的，全部都自己讲自己的，这样讲起来好像一路顺畅大畅通，对不对 ？OK， 好，那也没问题。但是好啊，你就这样干啊！所以他们现在跟你说嘛，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不需要再独立。这极端的独派还是不满意啦，因为中华民国这张皮，他们就是想把它撕掉，所以他们一直想搞正名制宪。但是大家也知道嘛，现在太危险嘛，所以太危险了怎样？那就不需要再另行宣布独立，因为台湾已经独立了。那你就说，那两岸如何和平呢？两岸和平很简单啊，台湾独立了，台湾不属于中国了，那中国就不用担心台湾会独立了，那两岸不就和平了吗？我真的是不知该如何，难怪我们这个社会上如此多的神经病。当你想要嘴硬的时候没有问题，但你实力要搭配得上。可是偏偏有一群人他的实力搭配不上，那怎么办呢？他就想到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我如果实力不行，但我大哥可以啊。当你自爽自嗨，还有你想抠大哥的时候，那你也得想想你的对手是谁呀？你不想管历史，你不想管什么和谈，你不想管马英九卖台什么都没有关系，但你得看看你的对手是谁啊？你的对手看起来呢，全世界现在应该就仅次于大美利国这个东方的神秘力量，对不对？那一只兔子现在就仅次于大美利国，纸老虎，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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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脚虾这样的，你看他们是软脚虾，要打早打了；他们是纸老虎，要打早打了，哈哈哈哈哈哈然后这事情就结束了。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台湾现在所以他讲了一大堆，鬼扯一大堆，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自我催眠这时候有时候是很头疼的事情当你不想讲道理，当你不想讲历史，当你不想讲过去的规矩，那就剩拳头，那就比拳头吧。那如果比拳头会是什么下场？你赌得起吗？我跟大家讲，老共可以输10次，台湾没办法输1次。再更直接的讲，老共可能可以输100次，台湾可以输得了1次。以前介大使曾经有一次做个分析我印象深刻到现在。有一次是在中广吧，他就讲说民进党这些人就是还没有台独就享受台独的利益，现阶段就是这样这种利益才是绝之不尽的嘛。你一旦台独了，你怎么继续享受那个利益呢？就没办法享受那个利益因为一旦台独了，假设这里让你台独成功了，你做不好就要滚蛋可以做不好再告一个抗中保台，对不对？马英九卖台，好，这事情就解决了吗？对不对？马维拉已经执政第17个年头了，所以这就是今天台湾这个畸形下的一个社会所产生的状况。你不管历史，你不管说两岸既然是过去国共内战，你直接从源头说这个开罗宣言是这个没有效力的东西，这是非常的荒唐跟扯淡。不会有3个全球性大国的元首在打仗打到一半的时候吃饱太闲，3个人飞机飞到第3国，飞到开罗，聚在那边，然后很认真的开完会，然后发布一个新闻公报，说这样做，然后波茨坦公告里面就是依照开罗宣言的进行。开罗宣言就写得很清楚了，就是日本要归还那些从中国人那边偷走的东西，对吧？就这么写那么清楚，然后他可以睁而眼睛的跟你说没有这回事，这个东西不具备法律效力。假设未来的某一天，支撑你那一股睁眼说瞎话的力量消失的时候，你会看看你的下场长什么样子。台湾人承受得起吗？就像当年阿富汗那些亲美派，时间到最头的时候，美国撑不住了，一个晚上，美国就直接从在喀布尔郊外的最大的空军基地直接人间蒸发。喀布尔的阿富汗的美籍的总统加尼两手一摊，等着塔利班进城，两边抱，提着2大袋的，据说是200万美元，多少美元？搭上飞机就流亡塔吉克，阿富汗共和国就灭亡了，塔利班就上来了。那一些当时帮助塔利班那些帮美国效命那些人的下场呢？很多人还从飞机上掉下来嘛，因为知道一定会被整惨的嘛。我不是赞成塔利班这种暴行可是问题这就是现实国际政治就是这种现实嘛，这种现实你得去注意嘛。再来看乌克兰，打到现在。年轻人都打光了，美国的那些极端派的国会议员还是不满意，飞到乌克兰还是说你们要再征更多的兵你们要撑到最后国家少了1000万人口嘞，年轻人20几岁的几乎是已经崩盘的状态了，他还不满意，他还要你再付出更多。